保护顾风！庶子，你竟袭杀了我邱家麒麟儿！可恶！杀了他！你们护住顾风，我们去把这5个老帮子杀了！还愣着干嘛？顾风杀了他的对的亲戚啊！你们落霞宗想跟他一起陪葬吗？不可！落霞宗不可发生内乱！我好好说，不要。我觉得顾风当宗主也未尝不可。老夫也同意顾风当宗主，他比那个什么邱冲天更。你死了吗？还不出来说句话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马上宣布顾风为新任宗主，将宗主信物扔过来。好，我邱家邱破天就算死了，也是落霞宗的第49代宗主。可恶！你们护住顾风，我去杀了这老棒子。来得好，今日不死不休。姐妹们，跟我一起杀上去！父亲，我是将来郭家的继承人，杀吧！大场面啊！我叶茂从为此热血沸腾过。包家兄士，给我杀！无定派的长老，跟我一起上！太子听闻也敢杀？你们是要造反吗？好大的场面！我喜欢这位新宗主。诸位如何选择？愿跟随窦长老。好，那就帮顾风，他才是我们落霞宗的宗主。爷爷，您怎么帮顾风？我原来这么失败。我宣布，顾风落霞宗第49代宗主。大家不要打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无颜面对落霞宗列祖列宗。落霞宗集体造反，当杀！云郡云王何在？立马派兵镇压！不好意思，郡王府听命于陛下，没有陛下的手谕，恕难从命。太子太尉到，顾风击杀落霞宗宗主，当杀！楚越国官方不插手宗门事务，关心一个小落霞宗的事务了。三皇子，这是太子的事，请不要插手。我一个废人如何能插手？只是善意的提醒罢了。既然三皇子都这么说了，从今日起，我们便不再是楚越国官方修士。忧患，情况你看到了，现在我也无能为力。还是谢谢三哥。那就杀吧！落霞宗冥顽不灵，全部击杀！莫非落霞宗要完了？这到底要什么？不愿意跟着顾风灭亡的，请立马离开。出手吧，不要等了。你不是说患难才能见真情吗？不要试探人性，这是禁区。这次出手之后，我会沉睡一段时间，记得给我找雷属性天才地宝。必须的。还在犹豫吗？我数3个数，1。5000年岁月眨眼而过，我落霞宗已经弱到这般田地了吗？拜见青烟族主！拜见青烟族主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本皇钦定的继承人都敢欺负顾风，今日你想杀谁便杀谁，纵然是这片天地的主，也不敢在本皇面前露出半点怨恨。能不能击杀一个人，立立威？想什么呢？当然不行，能杀人我早就杀了。刚开始还能杀个人，不过在制造了这些异象后，已经接近虚脱。现在这副形象最多维持半炷香便会消散。杀人，等我实力强了之后吧。你们自扇3个耳光，高呼我错，然后就可以滚了。我错了！滚，麻溜点儿。你们起来吧，顾风，跟我来。是。这次豪赌赢得彻底呀！没想到顾风还有这么一大靠山。这小子隐藏的可够深的啊！若不是被逼急了，我们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怪不得他天不怕地不怕。宗主英明啊！若不是您的明智选择，我无定派必将遭遇覆灭危机。侥幸。母亲，梦中传授我神秘功法的前辈，好像就是青烟祖师。什么？竟然是他？那实在太好了！女儿啊，你要努力修炼，不要辜负青烟祖师的期望。女儿啊，青烟祖师既然传你功法，那就说明他认可了你，你比楚幽焕更加有优势，加油啊！要是我有这么一个大靠山，比他还猖狂。顾风实在太低调了，不显山不露水的，背后有落霞宗祖师撑腰，天下之大，尽可去也。太牛了！此地乃禁区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
痛，好痛啊！终于成功了，破虚，逐日。完蛋了，这火焰根本扑灭不掉。催动了一下仙童禁术逐日，就使得我的寿元减掉10年。此招不能滥用，不到生命遭遇绝对危机，坚决不用。宗主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才青烟祖师让我去宗主殿下方解开被他封锁的残缺龙脉，以后此地的灵气浓度将远胜之前的10倍。以后别分什么内门了，按实力分个等级就行。外门弟子也进入内门修炼吧，以后将收徒标准提高一些。落霞宗以前的功法只适合女弟子修炼，青烟总祖使说这方面当年考虑不周，便给了我几门适合男弟子的功法。一切往前看，以前的事绝不追究。宗主英明。刘长老，这次的伤亡怎么样？各大相助的势力都有长老级修士受伤，我们落霞宗受伤的修士最多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观众席上的内外门弟子。不过好在没有死亡，重伤的也在救治中。以后大家都是盟友，我们去挣外面的钱，争取让大家整体实力1年上一个台阶。理所应当，宗主。那位三皇子呢？怎么没见人？三皇子觉得没有帮上什么忙，不好意思，提前走了。今日大恩，无以为报，我顾风社幸大家不醉归。落霞宗绝不会率先对云峻宗门动用武力。顾宗主言重了，以后我等愿与落霞宗结盟，互帮互助。那我们就说定了，将来共同开发外部资源，大家一起发财。顾风，这是曲嫣然留给你的储物戒指，还有那些太上送的宝物。路人罢了，从此应该不会相见。我的大宗主，咋没让某位女弟子侍寝呢？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。唉，难受啊，感觉身上压力山大，这么多张嘴，可怎么养活？未来1年找沼泽关不分红，突破运灵境需要1000亿下品灵石。喝一个。来啊！不久前感应到了我5000年前被那个女人挖掉的右眼。大长老，那个女人不是已经被您击杀了吗？到达这个层次，有一丝神魂保持下来有何奇怪？找出炼化无右眼的那人，将无右眼夺回来，按着这个方向去找。圣族的出现，预示着中州将迎来巨变，不是出现祸乱世间的大魔，便是出现一统天下的皇。十大眼神朝覆灭后，乱了5000年的天下，又将迎来新的主宰者了吗？老祖陨落之前曾推演过，这一次第9座世界鼎将会出现世间，得鼎者得天下。谁能问鼎？云乱了，起风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唉，天啊，能不能给我来个冤大头，让我挣一笔灵石啊？冤大头没有，大同学府招生公告倒是有一份。不想看，你念给我听听。哪有你这么当宗主的？幸亏柳副副宗主能干，帮你处理了所有宗门事务，否则这落霞宗非得给你搞垮。我现在自己都要垮了，还管得了落霞宗？大同学府的招生公告基本上与往年差不多，但你应该不知念听。直接来重点吧。考场根据修为区分，先天境有2个考场，先天5重以下与先天5重以上。好了，很常规的一份招生公告，去交给柳副宗主吧，我懒得管，能考进去多少全看弟子们资的实力了。真的不听了？不听了，没有我喜欢听的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每个考场积分最高者成为5状元，奖励100万中品灵石，进入修炼塔1次。特别声明，若出现同积分者，皆成为5状元。冤大头来啦！这是正版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走走走，给我通知柳副宗主，到宗主殿商议大事。宗主，你找我有大事商议。当然，这次绝对是大事中的大事，关系到整个落霞宗的未来。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这次真的是大事，主要是关于大同学府的招生考试。先说好，今日所说皆为秘密，不可对外人宣扬。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针对状元不设上限的漏洞，狠狠搞他一笔钱。你是想同时出现数个状元，拿好几份奖励？没错，我的实力随时可以突破运灵境。参加运灵境考试时，我带领500人，同时夺取运灵境第1考场状元身份，狠狠赚他个500亿下品灵石。500亿？你当大同学府是开钱庄的？开口就是500亿，你知道那是啥概念不？咋不上天呢？我这不是在地上吗？哎，
你们这是干嘛？我这个计划不惊人吗？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是傻子，有这个方法？有人想过吗？他们成功了吗？你所要进入的考场会投入6万头运灵1虫至3虫的妖兽，总计积分20万整。按照往年情况看，这个考场的参考人数不会低于5万。这么多！就算你是修为进阶到运灵3重，也只能是你一人夺得状元。你想过带领500人夺得状元是什么概念不？这意味着你要把整个考场的20万积分全部收入囊中，然后均分给500名修士，因为状元产生的最低条件便是400保底积分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我知道，就是这么打算的。你脑袋没事吧？没发烧啊，但病得不轻。我现在很郑重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这样想的，而且也准备这么做。说说你的计划。在1个月的考试期间，我不去猎杀妖兽，只抢别人积分，只要将所有考生的积分全部抢完，就成功了。还以为有什么惊人计划，结果跟没有一样。就算你实力强悍，能一招击败运灵3重巅峰修士，但考场中这么多人，朋友之间相互认识的也不少，他们不会傻站着让你抢。就算他们站着全部聚在一起不反抗，积分是可以相互转移的。你又没有开天眼，能知道积分在谁身上，说不定费了9牛2虎之力击败对手，1个积分都得不到。况且你还没这种实力呢，年轻人不要异想天开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一时间跟你们解释不通。将你的弟子令牌取出来，让我看看。你里面有多少宗门贡献积分？1万多吧。准确数字？13566。那就没问题了。你到底准备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宗门准备参考的弟子有多少运灵境修士？3重以下的，很多先天9重弟子都在苦修，到考试时应该30多个吧？这也太少了，离500个还差好大一截呢。那我落霞宗先天9重弟子有多少？2000多吧。什么2000多？里面有2000多先天9重？内门的2000先天9重中，80%都是100岁以上老人。100岁老人，这实在太惊喜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在3个月内破入运灵境？我带他们进入大同学府。你想带这些老爷爷去参加大考？有办法强行突破，但代价太高，不划算。说来听听，先天破境丹专门用来为修士强行突破运灵境用，只是用了之后会使修士原本不好的天赋，但凡有些追求的修士都不会选择服用这种丹药。况就算想服服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，一颗售价高达200万下品灵石，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，只能增加突破几率。谁愿意花这个冤枉钱？不用想了。整个落霞宗也没有几人能炼制先天破境丹，就算你愿意花钱培养他们，也不可能找到这么多丹药。帮我将燕叶雪喊过来，她应该能炼制先天破境丹，我有事问她。拜见宗主。贤侄女不必多礼。先天破境丹炼制成本多少？按照3成的出丹率算，一颗成本大概180万到200万之间，具体成本是单上品阶而定。怪不得整个云居的先天破境丹数量不多，感情这根本不赚钱啊，鬼才愿意炼制。跟我进炼丹房，我要研究下，看看能不能改良一下，炼制出先天破境丹高仿品先天拉稀破境丹。刘副宗主，帮我筛470名先天9重弟子，老爷爷也行，必须忠诚。这顾风该不是真的想带500修士共同夺状元吧？他很认真，比建造沼泽关时还认真。状元啊！想想都觉得期待。柳父对内门熟，帮您一起筛选合适的弟子。这，好吧。顾风折腾半个月炼出来的破境丹，靠不靠谱？我必须先试试。拉吧，能行千里，拉寸步难行。不要不好意思，拉完之后将器皿洗干净，我要拿出去卖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别管我，你继续。我炼我的丹药，咱们互不干扰。你给我滚！不能滚，我必须抓紧时间炼丹。这破境丹炼制时间太长，哪怕我已经尽力缩短，但还是需要5天才能出一炉。一炉9颗，就算我同时操控100尊丹炉，1个月也只能炼制出2700颗，分到修士手中，每人也就6颗不到。药效本就只有正品的1/3，能不能让他们突破还是个问题，说不定还要炼制1个月。我真的不能耽误时间了。离大同学府的招生考试满打满算只有2个半月。你去别的炼丹房炼制丹药？不行啊，只有这里的炼丹房有100尊丹炉，若是有其他炼丹屋可以使用，我也不想在茅坑里炼丹。话说，你平时到底都吃些什么？拉的纸也太丑了，希望不要污染我炼制的丹药。我真的不能失败，这关系到我500亿的大工程。你给我一块布，将我遮住。还是不要了吧，反正你躲在丹炉后面，我也看不到。这里太热，你若是用布将自己遮住，我怕你会被闷晕。若是你晕倒了，
污秽物必定流淌一地，我可不会拉你出来。那你用块布将你的头蒙起来。啥？你脑子没病吧？我位于炼丹炉中间位置，是整间炼丹房最热的位置。没看我已热成狗了吗？让我用布蒙起来，我热晕了炸炉，你赔吗？就算你愿意赔，我也没这么多时间啊。你这个流氓！别激动，我没看你拉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还别说，你的大腿可光滑，又白又笔直。你这个无赖、混蛋、色狼！你说我混蛋、无赖都能接受，但你说我色狼就有点不对了。我就算再不好色，目前的情况下，就算你衣衫不整，我也提不起兴趣。你感觉出来副作用了没啊？没有。那就是说可以运用在先天九重身上喽？可以。那你觉得一枚破镜丹能增加修士多少突破几率？不会吧？他真的拉晕了！燕夜雪，拜托你醒醒啊！他怎么会出现这种事？你别叫！我发誓，在将你拉过来的瞬间，我就撑开了灵布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昏睡过去了多久？1天多吧。你现在清醒了吗？能不能自己拿着灵布？我的胳膊都快要断了。好的。放弃记录，你的灵魂力消耗太大，无法同时凝练100炉丹药。放弃？怎么能放弃？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。累死我了！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我差不多了，药效已经在减弱。是不是丹药有问题？不然为何会出现昏迷？不是因为丹药，而是我最近半个月都在日以继夜炼丹，没有休息，本就疲惫，再加上你的丹药。那就好。你天赋不错，修炼也好，炼丹也罢，没必要拼命，身体才是首位的。那你呢？我站在死神边缘，寻找生存的可能。你不用在意，今日之事绝不会有第三人知道，我也会守口如瓶。上次沼泽关修炼室内的事，我真不知道里面有投影阵法，若是知道，我肯定不会用万兽诀这门武技。我不信。不信什么？若是当日知道修炼室内有投影阵法，你一定也会找另外的机会向楚幽焕施展那不当的万兽诀。这是人说的话吗？在这之前，我的万兽诀有缺陷。当日我与舒雨恒决战时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再次改良过的万兽诀并不下流。那是因为对方是舒雨恒，若是换成一个女修吗？有没有人说过你笑起来很倾城？流氓，滚！以后多笑笑，别板着个脸，不然很难嫁出去的。莫非你想当灭绝师太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收拾丹药，出去看看柳副宗主为我选择的弟子。宗主，您在里边啊？怎么这么臭？实在太臭了，都传到我们炼丹房来了。受恶臭味的影响，这几天频繁炸炉。没见过炼制拉稀丹啊！本宗主亲自试吃，拉了好几天。你们炼丹水平垃圾，非要怪外来因素。燕师姐和我同一炼丹房，承受的臭味是你们10倍。她说什么了吗？什么是榜样？燕师姐就是榜样。这点恶劣环境都受不了，将来发生大战，是不是大家都没法炼丹了？杵在这里干嘛？还不回去炼丹？给你们提高待遇，不是让你们来享受的。给我搞出点成果！是，宗主教训的对。从今日起，我会在炼丹房放个马桶。闻自己的排泄物不恶心，我与你交换着闻，一定要拉臭点，不然起不到锻炼的效果。走吧，别理这群脑残货色，看到就烦。若不是宗门炼药师稀少，我都想把他们全部踢出去。真不知道他们当初怎么通过落霞宗考核的，该不是花钱买的吧？智商堪忧啊！以后落霞宗招收弟子，第一步先来个智力检验，不过关的通通不要。什么玩意儿？就没有看起来周正，就没有三浦和周正一点的修士吗？你看身子，你看看这些修士一半弯腰弓背，还有1/3拄拐杖，牙齿清一色，所剩无几，脸上褶皱，苍蝇飞上去都会被夹。没办法，年轻一点的都想再花10几20年搏一搏。这些修士从少年时期就在落霞宗，200年过去，与外面亲人也断了联系，孤家寡人，对落霞宗绝对的忠诚。刘副宗主，我就纳闷了，今年落霞宗出了20-30名运灵境，而且都还很年轻，总不可能天才全部集中在今年吧？你是想问往年那些运灵境都去哪儿了？落霞宗弟子在突破运灵境后有几个去向，留在宗门，从普通执事当起，这样选择的比较少。
因为宗门限制太大，不自由。2、自己出去闯荡天下，或成立家族，或移居资源丰富的郡城，或成为独行侠，只需一次性用宗门贡献基数买断身份就可离开。这也是大部分修士的选择。那这些离开的修士，宗门岂不是白培养了？那些选择走出宗门的修士，在离开前会发下天道誓言，功法不得外传，宗门遭遇大劫必须回来，谈不上谁亏谁赚，算是相互成全。柳副宗主将详细情况对你们都说过吧，本宗主就不多说了。这都是我炼制的先天破境丹，或许大家都听过本宗主的传说，从不炼制正经丹药。这些丹药有拉稀的副作用，但药效可以保证，选择吃下。未来的一段时间，你们会在厕所里修炼，一边拉稀一边修，丹药免费提供。我会带你们去参加大同学府招生考试，保你们进入楚国第一学府进修，将来开始发放丹药。前辈，丹药您拿好。多谢宗主馈赠，弟子必努力修炼，将来为宗门鞠躬尽瘁。弟子多谢宗主培养。没想到啊，老夫又能焕发第二春了。破入运灵境后，平添几十年寿元，老夫必定逆天。要逆天早逆天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好好修炼，未来可期。宗主真是好人啊！老弟子在外有个重外甥女，年华……不要，你丫的都长成这样，也好意思献重外甥女？下一个。哎，就这样吧。楚师姐会安排你们去特定的场所修炼，后续丹药问题交给你了。跟我来。叶雪，你咋跟来了？除顾风外，我是对这丹药药效最为熟悉的人，可以帮你随时查看他们修炼的情况。你每天不是炼丹，就是在研究如何炼丹，什么时候这么有空了？劳技结合，这段时间有些疲惫，调整一下。不对劲，难道他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顾风这小子步子跨得太大，扯到了丁丁。落霞宗目前还有7、8万名修士，整体待遇提升1倍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年轻人嘛，手握重权，自然豪情万丈。想要超越前人，干出一番惊天伟业。听说顾风想找钱庄借500亿下品灵石，真是大手笔啊！但云郡没有哪个钱庄拿得出这笔巨款。500亿，顾风想什么呢？顾风应该还没找到合适的钱庄借钱，我们为什么不去买他的股份呢？恐怕这就是他迟迟借不到灵石的原因。这些钱庄恐怕也都在觊觎他的股份。他们是在逼迫顾风卖啊！我们共同凑够500亿借给顾风，限中期限，还不了用股份代替。他多精明的一个人啊，肯定不会要我们的钱款。那就换个方式，用保管方式将灵石，然后签订协议给他保管费，约定3个月后归还。这个方法好啊，他得到500亿不用利息，还能得保管费，按常规2分算，1个月赚20亿，他一定会心动。顾宗主厉害啊！同时培养近500运灵境修士，绝对的大手笔。哼，林宗主这是调侃我呢，我现在都有些后悔了。这批老年弟子每人都炼化了5枚先天破境丹，竟无一个突破。老年先天9重弟子让所有势力下一头疼，我们可没这么大的勇气。顾宗主少年英才，锐气冲天，落霞宗待遇让人眼红，前途无量。哪里，诸位前辈过誉了。听说顾宗主近日在筹钱。是啊，落霞宗这段时间开销太大，我得找点钱，不然最多几个月宗门就得给我搞垮。不知顾宗主筹到钱没有？没有啊。关于这点，我正想问问你们，云郡的钱庄都这么穷的吗？500亿下品灵石都借不出？500亿不是个小数目。那些钱庄有钱，但也不是非常有钱，他们宁愿百万、千万的往外借。这涉及到风险管控，万一……哦，原来是这个道理啊，这可难办了。何不卖掉点股份呢？不想卖。我有个提议，大家听一听。我们因为沼泽关的关系走到一起，说是同事也不为过。如今落霞宗有些困难，我等理应帮忙。有道理，那又该怎么帮呢？拿钱给顾宗主啊！莫非大家还怕顾宗主还不起这500亿？500亿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就算我们一起村凑起来，也伤筋动骨啊。但落霞宗有困难，我们也不能不帮。诸位，若是我想卖股份，早就卖了，还需等到现在吗？顾宗主，你想错了，我们不是借钱给你，而是拿钱给你保管。什么意思？一下子搞不明白，就是字面意思，拿钱给你保管，不仅不收利息，还会给你保管费。当然，保管时间只有3个月，到时我们就会将钱拿回去。若是3个月拿不出500亿，你不可能拿不出。
不还有股份？这与直接买我股份有什么差别？借不到钱，不如用这个方法，说不定3个月能挣够500亿。这句话说出来，恐怕你自己都不相信吧？每月10亿保管费，3个月后我们取走470亿，拿不出就给10%股份，期间你的股份不能动。再在协议上添加一条，500亿必须通过手段挣回来，不然没意义。这样限制基本完美，变相就是用500亿买了10%股份。目前最高价已出到35亿每%股份，年底能突破50亿。那还想什么？答应他，前提是添加那条条款。看来你们已有决定了。保管费50亿可以答应，但你得加2%股份，并添加条款。来人，送客。股份不加了，签协议，发天道誓言。感谢宗主！简化了，第1位老龄运灵境修士出现了，看不清楚啊，这到底孕育出的是何等生灵？看他样子已经200多岁了，这个年龄段突破，创了落霞宗纪录。一根拐杖，修士突破运灵都会孕育出哪些类型的生灵？理论上什么稀奇古怪都有，但最多的是兽类。当然，一般人没楚幽幻强。那若孕育出一根拐杖，天赋如何？若真有人孕育拐杖，战力比先天9重高不到哪儿去，充其量多一甲子寿元。真的是一根拐杖啊！我也没想到这些人的天赋这么垃圾，不好安排啊。境界是运灵，但实力不够，当执事都不足。凭空多几10年寿元，对宗门是负担，又不能强行驱逐。别慌，这些弟子都会跟我去大同学府，不会阻碍宗门发展。你自己都还是先天境，怎么带他们通过考核？净喜欢瞎搞。我过段时间便去渡劫，带他们进大同学府问题不大。就算不能进大同学府，也能将他们派去沼泽关，换回年轻弟子。破碗、糖衣、一把锄头，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？除了锤子完整一些，其余都有瑕疵，怎么看都不像战力高深之辈。不要再让他们破镜了，我落霞宗都成残障人士疗养所了。没事，给我继续培养，就当做好人好事，为他们增加1甲子寿元。落霞宗太有趣了，都是些歪瓜裂枣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再垃圾也是运灵，联合起来战力也不错。一个老龄修士用掉5、6枚破镜丹，顾风钱多的没地方用。反正他有500亿，疯狂用分算是稳。本来就很稳，还是太嫩，好大喜功啊！阿飞，真是太好了，你没有突破运灵境。嘿嘿，本来是能突破的，顾老大让我停在先天巅峰，保你们进大同学府。顾老大果然深谋远志。阿飞、齐婷婷、拓跋雷，先天境由你们率领，务必将他们全部送进大同学府，最好将状元也给我拿回来。是。修炼了青岩祖师传下来的武技，我们很有信心。一起进入大同学府。老大，你不也是先天境吗？你进入先天2考场，绝对的无敌，我们落霞宗铁定大胜。我会破入御灵境，进入御灵境1考场。顾老大破入御灵境，巅峰强者轻松考处。这必须的，御灵境由我领队，带你们装逼，带你们飞。不要让我们保护你就不错。加上宗主，咱们都有运灵3重战力，加上新武技，不可能落榜。若是只想让你们考入，我何必亲自参加？用掉保送资格不就行了？不负众望，470名高龄弟子全部突破运灵境。不是说有1人死活无法突破吗？弟子就是那人，大伙儿都突破了，我不突破不行。连吞3枚丹药，昨晚成功破入运灵境。本宗主好奇你孕育出何物？一块披麻戴孝的白布。不错。以后进入大同学府后，努力修炼，未不能攀登更高的领域。多谢宗主勉励，臣实被酒色掏空了身体，如今宗主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必定拼死修炼。诸位，这就是我落霞宗的运灵境队伍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500人，全部考取大同学府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很好，那就出发。顾宗主啊，你终于来了，让我们好等。抱歉，队伍太庞大，耽误了点时间。没事，我们也没来多久。顾宗主。这些人全部参加大考？是啊，500名运灵境，1500名先天境。可惜啊，我们落霞宗没有运灵高级修士，运灵2、3考与我们无缘哦。单论运灵境考生数量，足以和一些大郡的宗门相媲美。让老头子去考试搞笑的吧？除了楚幽幻等年轻弟子，其余滥竽充数，只是为了出风头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顾宗主大手笔，落霞宗实力雄厚。怪不得柳副宗主说，运灵1考场考生大概在5万左右，看来并没有夸张啊。云郡考生赶赴考场。
先天境2个考场考生最多，估计加起来得逼近100万，竞争十分激烈。所有考场中，运灵1考场俗称地狱考场，考生实力强，人数多，往年都会出现逆天修士落榜的情况。也不知道我带领的这批小崽子有多少人能考入大同学府。听说状元都被那几个大郡霸占了。顾宗主，我们很看好你为云郡争光。顾宗主，遇到我门下弟子，还请高抬贵手。是啊，顾宗主去抢别郡的弟子，不要抢我们的。我进入的是运灵1考场，培养了这么多运灵境，我得将他们送入大同学府啊。你一个运灵境都没突破的修士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还说要将这群老年人带入大同学府，拜托，吹牛请稳重点好吗？2年不开张，开张吃2年啊！能修炼到先天境的修士，不管出身如何，或多或少都有点身家。哪怕2年一次，这里的商家也能赚一笔。毕竟当时的租金跟白菜价差不多。入城需缴纳入城费，城中的消费很高，价格看起来跟宰人差不多。不过没人对此有异议，毕竟灵石与大考相比，微不足道。有些散修为了节省开销，就在野外休息，等待开考，着实不容易啊。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。这么一看，我们落霞宗也不显眼。那些都是散修，生活很苦逼。他们从第1届就参加大考，只为进入大同学府。追求武道还在其次，最主要是有个稳定的安居之所。生活有个盼头，也不算太差。花宗的队伍到了。花宗，莫非便是大楚第3大宗门，被称为女修圣地的那个花宗吗？宗门赶考修士接近5000，要不要这么离谱？一点也不离谱。大楚第1宗门烈光宗前年参考人数达到惊人的8000，可惜的是依旧没有斩获任何考场的状元，气得烈光宗宗主暴跳如雷。这便是花宗的特色，他们秉承女子也能成为顶梁梁柱的理念。他们的综合实力很强，不出意外能夺得其中1个考场的状元。这些人是谁？他们怎么发疯似的往花宗队伍跑啊？风云阁大楚第1信息传部是去采访花宗修士，得到第1手信息，炼制成流影石，卖出去挣钱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遇到类似记者的修士。谢谢。这个能不能借我1000灵石，让我缴纳入城费？你不是天下第1传播修士吗？1000灵石都交不起。不是将来吗？你放心，3天之内一定还。这是我的风云阁弟子令牌，先抵押在你那里。令牌就算了，为了你的伟大梦想，我送你1000灵石，给他把入城费交了。谢谢，实在太感谢了，我一定会还钱的。你们风云阁弟子都这么穷的吗？出来搞信息，经费都不提供？本来是有的，但我最近3年都没搞到有价值的信息。长老们没将我踢出风云阁，已经算不错了。什么是有用的信息？盖世天骄的修炼日常，新锐宗门的崛起之路，修士惊天绯闻也可以，但这个我不做。就拿这次大考来说，能得到大宗的1手信息，最好是得到状元热门的信息，那就牛吧。要不你采访我们落霞宗吧，绝对让你一举成名。人数挺多，但都是老年人，考场炮飞，这信息没什么价值啊。采访你们会不会向我提出啥不合理的要求？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顾老大乃是我们落霞宗宗主，他身旁美女环绕，需要你的服务。哦，等我们找到了住处，让你早点来，你非磨磨唧唧。现在好了吧？住处都找不到，找不到就找不到呗，不影响咱们的计划。前任宗主应该出了意外，他应该是某位太上长老的私生子，利用关系当上的宗主。顾老大，我们找到住处了。哪儿找到的？住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吗？我家主人没想到你们落霞宗会有这么多考生，没有准备这么多房间，但挤问题不大。是不是仙人跳，准备宰我们的？当然不是，我家主人顾宗主见过，只是没交流过。必定是我的某位粉丝，说不定还是一名貌美的女修。既然粉丝这么热情，我也不能寒了他的心，去看看。我家主人已经将这里包了，你们可随意安排。多谢，带我去见见你家主人，好当面感谢。我家主人这个时间在修炼，要不晚些时候，等主人醒了，我再过来通知顾宗主。也好，那就麻烦小兄弟了。给本宗主留一个单间，其他你们随意安排。老板，上点店里最好的食物，再来几壶灵酒。坐啊，一起吃。我不陪酒。大白天的，你想陪酒，我也没兴趣。哦，谢谢。你几天没吃东西了？3天，或许5天，反正很久了。真是可怜的小姑娘，多吃点。顾宗真是个好人啊！你去干嘛？找人接受采访，回去交差。不是让你采访落霞宗吗？你可以开始了。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当上落霞宗宗主的？
半年前吧。你这么年轻，修为也不高，是凭借什么当上落霞宗宗主的呢？又是怎么弟子们认可的呢？凭借帅气大征婚貌以及超人一等的领导本领，当然举世无双的战力也必不可少。你对这其他强大后代的宗门队伍有什么看法？有没有感到压力山大？压力肯定是有的，但我落霞宗拥有绝对的实力，压力就是动力。至于对其他宗门队伍的看法，我不认识其他宗门的人，但我知道一点，某个考场榜眼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。至于期望嘛，当然是拿个状元回去。顾宗主指的某个考场，具体是指哪个考场？运灵一考场。运灵境一考场是最竞争激烈的考场，你们落霞宗是有运灵境3重的绝顶高手，能制霸整个考场？差不多吧。预祝落霞宗大考顺利，感谢顾宗主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风云阁的采访。他体内灵力如大海波涛，虽是先天9重，但比任何先天巅峰修士都强悍。请问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不影响我吃东西的情况下，可以采访。我本身没什么期望，但顾老大说让我在夺取先天2考场状元的情况下，保证我落霞宗的弟子顺利上榜，这让我感到压力有点大。本以为阿飞这种天才说话会靠谱一些，不曾想比顾宗主还狂妄，不仅要夺状元，还要带人一起上榜。你死哪儿去了？现在才回来？不想干就离开！我们天骄组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我这不是采访回来晚了吗？采访的哪个宗门？得到有用信息吗？我的留影石丢了。你怎么不把自己给丢了呢？本长老忍你很久了，3年，整整3年。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总是眨巴着眼睛，露出一副卖萌的表情，一问3不知，有用的信息是一点没弄到，饭量倒是不小。我才3天吃1顿，长老放心，今天我吃了东西，接下来3天不会再浪费小组的粮食了。还敢顶嘴？要么你把刘影石找回来，要么直接卷铺盖走人。长老，原来我的留影石没丢，里面有我采访落霞宗的影像。菲儿啊，你可长点心吧，留你在祖上本长老的压力好大。落霞宗这是哪里的宗门？听都没听过。一切的一切都具备了火的元素。修士们看惯了天骄，偶尔看看这种哗众取宠的小宗门，不失为一种调味剂。来人啊，给我将这份留影石中的影像稍微整理一下，复制10万份，明早开卖。长老，标题怎么选？自己想，怎么夸张怎么来，怎么离谱怎么来，怎么吸引眼口怎么来。风云阁最新出品，落霞宗宗主顾风说，这届考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在座的都是垃圾，我怕所有宗门。我要一份。这小小落霞宗口气大的惊人，也不怕贻笑大方。顾风小儿太嚣张，真以为他的万劫道体铜镜无敌？烈光宗、剑门花宗、霸体宗，有的是能战胜他的天骄，狂什么狂？豪夺2个考场的状元，也不怕被人笑死。这种人每届大考都有，只不过身份是一宗之主，却是第一次出现。云郡第1宗门，我呸！这种小宗小派，放眼楚越国前100都排不上，哪来的勇气口出狂言？吹牛又不犯法，我还说自己宗门能豪夺全部状元呢。停止印刷吧，该买的都买了，不感兴趣的始终不感兴趣。总计卖出13万份，算是小火了一把，但我不满足。长老，落霞宗实力太弱，再炒作也无济于事。况且这对于他们之后的大考很不利。你不出成绩就是面子薄，心太善。我知道，可顾宗主人还不错，不能把他们架在火上烤啊。他多半就是吹吹牛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在吹牛？跟我走，去找顾风。三皇子，顾某确实没想到为我们安排住所的竟是你。上次不辞而别有些失礼。三哥少喝点酒。不碍事。倒酒啊？凭什么？你自己没手吗？一个是你三哥，一个是你宗主。你不倒酒来，难道要我倒？今早听说了你昨晚的言论，外面很热闹啊，还没人打上门来，不算热闹。莫非顾宗主是故意为之？我想推销沼泽关，知道的人不多。朝廷一笔带过，你这是炒作。落霞宗占59%股份，炒高后脱手一部分，既赚零食又不眨眼。准确说是炒作，让更多人知道。聪明的做法。你拉司马俊聪入伙，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，反对派中也出现分歧，一部分主张拉拢宗门，算是个好消息。顾老大，之前那呆萌的风云阁小修士又来了，还带了他的上司单菲儿又来了，请他进来。顾宗主，十分抱歉，又来打扰了。这是我风云阁专门负责收集天骄信息的吴长老。风云阁武明宝见过顾宗主。吴长老，幸会幸会。顾宗主，
不知对我风云阁上午售卖的那份流影石有什么指教的地方？说实话，我很不满意。哪儿有问题？我们风云阁尽量改正。我等了1个上午，还没有人打上门来，如何让我满意啊？顾宗主，请放心，2次访谈，我们风云阁绝对用心制作流影石。菲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准备录制影像啊！多谢顾宗主的访谈，预祝落霞宗大考顺利。这位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在下楚修。三皇子，老祖见过三皇子。三皇子与顾宗主是朋友，那您对落霞宗大考的表现是否抱有期待？当然。好啊，这次想不火爆都不行了。好家伙，顾风居然说我花宗实力差！吴师兄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居然说我烈光宗没实力，岂有此理！宗主，我被人打了。怎么打的？围殴？不是，单挑输了。跟别的大宗门运灵境弟子有差距，败了正常。你们自个儿几斤几两，没个清楚认识吗？我看对方是先天巅峰，想着应该能赢，结果10招便败了。先天巅峰都打不过，给我滚！什么垃圾落霞宗，还以为有多强，玉灵境连先天巅峰都打不过，简直辣眼睛。挑梁小丑无疑，靠先天破金丹提升上来的修为，能有什么战力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他们之中有几人能与大宗门弟子打个平手，实力还是很强的。靠这种实力想拿状元，不得不说真有勇气呀！他们的宗主呢？顾风出来，他不是很狂吗？整天躲在三皇子的庇护下，还要不要脸啊？出来！顾风出来，缩头乌龟！顾风敢不敢出来一战？你们什么身份？让你们宗主来？废话少说，你敢不敢？不是不敢，跟你们一群弟子对战，很失身份啊。顾风的战力，整个大楚没有比他强的先天巅峰。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小宗门能出越级高手，固有观念害死人。你觉得他要出手吗？不只会出手，还会收钱接受挑战。哦，顾风搞这么大阵仗，挣钱才是主业。你们站了一夜，齐心赤诚，给你们机会挑战，但不能白白挑战。先天巅峰挑战赛，10万中品灵石1场，败了放弃考场资格。先说好，少于1000场，我是不会下场应战的哦。10万中品灵石1场，你怎么不去抢钱？报名开始，一手交灵石，一手领号码牌。烈火宗薛凯打爆顾风小儿。一剑。宗主，短短1个时辰，收了1亿中品灵石。1亿中品灵石，玉柱凯旋。我错了，这些不是弟子，而是一头头肥羊。今天之内打完，等我回来吃晚饭。这里施展不开，去城外一战。大家没机会了，10招之内结束战斗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兄弟，麻烦你把脚先挪开，好臭啊！几天没洗脚了。这不是我的脚，没看到都被挤到空中了吗？抱歉，这是我的脚，容易出脚汗，忍耐一下。这都不知道，先天巅峰挑战赛，所有大宗门都出动了。天啊，10万中品灵石1场，兑换成下品灵石就是100亿下品灵石，要不要这么豪横？这帮可恶的妇人有这么多灵石，资助一下穷苦修士不行吗？一场关于100亿下品灵石的挑战赛，老天爷呀，打雷劈死这帮土豪吧！同样是先天境修士，差别也太大了吧？总感觉他们修的是假道。留出一片空地，不然根本没法打。让一下，你们给我让开！诸位，眼下情况也都看到了，大家都无法出手，算平局如何？挑战费退你们1半。混账，退1半？你小子是在做梦吧？自己认输，赔1000万灵石出来，还差不多。你怎么不知好歹呢？退1半算平手，不剥夺你们考试的资格。大家安静，若是不介意，让我来充当裁判。事情经过我已了解，本考官不排斥考生间的切磋交流，要求只有一个，不能死人。放心，欧阳前辈，我会手下留情，尽量不让他们造成无法挽回的重伤。很好。狂妄，找死！很好，大家听我指挥。顾风与挑战者留在地面，先天境修士跃上40米高空，其余人等有序的往后退1000米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说10招结束战斗，绝不多1招。那就再等等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我的啦啦队何在？弟子在，宗主又帅又能打，四海强敌尽数碾压，宗主无敌。
哈哈哈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先不说落霞宗实力如何，但女修的颜值水平很高啊。这位天骄不要着急，让我们先看一会儿什么啦啦队再说。薛兄不要急，他这是在最后狂欢。薛兄，拜托你待会儿手下留情，将他不义拜了一顿之后，让我也过过瘾。这1000万灵石我们赔给你。聪明。顾风既然想玩，我们就陪他玩一下，让他惨胜10场，挣个1亿灵石又如何？不错不错，这1个亿的下品灵石就当做他丢人现脸的出场费。这种极品人物可不是经常见到的。单飞儿，你觉得顾风胜算如何？这还有胜算吗？飞儿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我们风云阁专门做信息收集，看似工作简单，实则想要做好，也需要开动脑筋。我说的开动脑筋，不是让你学习其他组员为了收集信息，甚至不惜色诱贿赂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是旁门左道。回到刚才的话题，你仔细观察一下落霞宗众人脸上的神色，3名宁海境太上长老如青松般站在那里，眼眸微闭，显然一点也不担心。再看看那些弟子，一个个胸姿傲然，难道他们是傻子，不知道宗主战败会意味着什么？这些人认识不？都来自云郡。看看他们的神色，眸中带笑，怡然自得，相互间有说有笑。要知道这几天受落霞宗的影响，他们的麾下的弟子也遭遇了围堵，经常出现被逼挑战、被人嘲笑的情况。毫不夸张，他们看大宗门的弟子都是带着愤恨的。然而此刻，他们一个个喜笑颜开，还有云郡郡王捋着胡子微笑。看出了，他们跟顾风关系都不咋地，都想看着他落败。你觉得顾风凭什么能让落霞宗10万弟子信服？你知道那个撅着嘴、一脸嫌弃的女子是谁吗？在维亚同学府府主子女，亲生的。只是她为人低调，身份隐秘，在场众人不认识罢了。还有三皇子为人谦和，喜交好友，莫非真的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与他一同饮酒？能有资格与三皇子一同饮酒的修士，天赋、身份、性格缺一不可。而且我还告诉你，落霞宗的住所还是三皇子提前安排的。先天弟子间的争锋，你觉得会引起欧阳副府主本次大考主考官的注意吗？就算注意到，有必要亲自来主持吗？那些大宗门的宁海境长老，一个个面色凝重，眼眸微眯。你觉得他们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事？不然为何要摆出这一副凝重的神情？种种迹象联系在一起，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你的愿望不是要成为大楚第一信息传播源吗？现在机会来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只需跟着顾风与他的落霞宗，就有可能达成愿望。能成为一宗之主，大部分都不会浪得虚名，尤其是以先天境修士成为宗主，统领近10万弟子，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再跟你透露点东西，别看110下品灵石很多，但与顾风的身价相比，9牛1毛。他在北境边疆豪掷1000多个亿。在沼泽地上竖起一座关卡，此处关卡他独占着79%，落霞宗占据10%。此处关卡遭合作者有北境大元帅公子司马俊聪、大元帅夫人的娘家大同学府，以及云郡一些宗门势力。这些势力联合起来，才保住了沼泽关的稳定运营。纵然是大同学府，为了拿到沼泽关8%的股份，给出了一笔灵石，外加1000个免试特招名额，1000个呀！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！楚越国哪个宗门能拿到这么多？就连排名第1的烈光宗，也才区300个免试特招名额。顾风没有靠山，所获得的一切全靠自己打拼而来。试问，大楚谁在他这个年纪能做到如此成就？他的将来不可限量，唯一能阻止他的，便是天道雷劫。他这么厉害啊，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多少。长点心吧，只要将他的信息收集好了，将来不说成为阁主，我这天骄组必定交给你。当然，前提是他能度过运灵境以及后面宁海境的天劫。老郭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幸亏顾风没有挑战5000场，不然他欠我们的灵石，很可能一下子就能还清。老子就知道这小子必定憋着大招呢。人力有穷时，顾风的体能也有极限，1000应该是他自己认为的极限。大家不要担心，大考过后几天就是3月期限，他不可能挣得到750亿。1000个普通先天巅峰，我还相信他能打得过。然而这些考生都来自赫赫有名的大宗门啊，顾风应该不行吧？磨磨唧唧，还打不打？就是，还打不打了？谁先来？薛凯在此，1号挑战者。这就是烈光宗的弟子，实在太强了。我感觉一招都接不住，还是回去多练练，后年再来考试吧。怕什么？考试除了实力，还要讲究运气，运气也需要实力支撑。我咋感觉我们小宗派都是过来走过场的？落霞宗完了，顾宗主完了，他一招也接不下。很显然，真希望顾风能蹦跶一下，可惜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对不起了，各位，你们没有上场机会了。2号选手、3号选手、4号选手、18号选手、58号。
逼他出第二招了。顾风，我在这儿为你主持了2个时辰，是不是该给我点回馈？欧阳府主，请说。你实力太强，单打独斗没意思，我想看群斗。早就想这样了，不是怕打崩他们的心态吗？剩下的50人一起上吧！哈哈哈，终于来点精彩的了，我都看困了。50打1，这才有意思。顾风的实力确实太强，但打了这么久，消耗也很大。50对1本就不公平，还是让他稍作休息，恢复一下。宗主辛苦了。宗主，您真是太帅了。今晚要不要弟子侍寝啊？顾风，休息好了吗？就等你们了。规矩依旧，列出2公里守境范围，判出局。打完收工。你实力这么强，说一声啊！我们不是受虐狂，犯不着傻不拉几的来挑战你。关键是你丫还装作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非要众人废才肯接受挑战，逼得我们借钱挑战，冤啊！在大考开始前，不准再骗考生的零食。欧阳副府主说的没错，顾风的行为就是妥妥的诈骗行为，而这1000名天骄就是傻帽、冤大头、肥羊，典型的反面教材。楚越国大宗门损失惨重啊！1000名先天巅峰天骄无法参考，大大影响了他们在考场的实力。先天2考场将出现猪熊并立、相互争霸的局面。顾风的举动，使得这个考场的状元归属变得扑朔迷离。确实是我们太肤浅了，我们欠顾风与落霞宗一个道歉。现在谁敢说落霞宗不可能夺得先天2考场的状元？有顾风这位千人敌在，加上洛翔月有好多先天巅峰修士，夺取此考场的状元希望很大啊！顾风引诱各大宗门天骄参与挑战赛，真是太绝了！不仅狂赚110下品灵石，还一举扫除1000名天骄，属实牛上天了！大家不要这么悲观，就算不损失这么多先天巅峰弟子，先天2考场我们争夺状元的机会也只有30%。我们夜莲光宗的主力是在运灵1考场，这也是大同学府最关注的考场。上午我损失最大的宗门董蜀剑门，他们弟子数量本来就少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由于剑门招收弟子严格，门人相对较少。你们是没看到，那剑门长老的脸蛋黑的哦，跟锅底似的。霸铁宗弟子性格火爆，一上午损失100多先天巅峰弟子，幸亏他们的宗主没来，非得骗。你们不要担心，这不是你们的错。顾风这小子扮猪吃老虎，实力强得过分。免试资格重新分配一下，会将你们送入大同学府的。关于先天2考体，我们得不到状元，也不能让落霞宗得逞，不然我烈光宗将被钉在耻辱柱上。顾风的万劫道体属实霸道，整个先2考场，别说是单打独，就算10人围剿，也对他造成不了丝毫压力。但他毕竟只是先天境修士，再强也有个限度。针对他的攻击方式，我建议所有修士佩戴灵魂防御灵器。戚长老，每位考生只准带2件灵器，兵器肯定是需要的，但将防御放在灵魂方面，是不是有点赌博性子？同意戚长老的决策，相信其他宗门也会这样做。那一道音波吼声属实太恐怖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阿飞，这次为你扫除了1000名高手，夺取状元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有顾老大与阿飞在，我们先天考艇的状元夺定了。我会进入运灵1考场，这个计划一直没变，雷劫随时可以度过。去听听你们相互商量一下战术，状元要夺，大家也都要进入大同学院。若是积分不够，你们相互间分配一下，尽可能让多数弟子上榜。我手上还有590个免试资格，到时全部分配给你们。还有3天时间，大家调整一下。没想到顾风的人生经历这么强悍，2年多时间，一步步缔造属于自己的传奇。正能量啊，正能量！这实在太鼓舞人心了，老子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。那个曲嫣然好可恶啊！
顾风明明很帅很强的。若我是他，一定不会放弃这么强大的一个男人。落霞宗宗主，沼泽关掌门人，麾下近10万弟子，手握几千亿巨款，绝对的大楚第一阔少啊！大同学府是沼泽关的股东，北境兵马大元帅之子司马俊聪还是他的小弟，真是人生赢家。顾风第1年在落霞宗的经历，令人啼笑皆非，却又处处透着心酸。是啊，看起来有些无赖，但谁又能取笑一个努力进取的美男子呢？顾风真是个天才，这么一炒作，沼泽关的股份越来越值钱，现在脱手，首阶赚2倍。傻子才卖呢！用500亿灵石兑换顾风的10%股份，绝对这几年最明智的投资。灵石越多越好，真想再要点顾风手里的股份啊！可惜啊，顾风的实力太强，不然我倒是想跟他赌一下先天2考场的状元。不要赌，落霞宗在先天2考场实力很强，再加上顾风这个卦存在，夺取状元的概率远远超过50%。若是他参加运灵1考场的考试，倒是可以跟他赌一下。不过现在临近大考，他还没突破，估计不会突破了。包道友说的有理，若是顾风进入运灵1考场，我们就跟他以股份对赌，也不要求制度上榜人数。可惜没机会，伤脑筋。头一次希望一名外宗修士突破修为，真希望出现奇迹。顾风在考试之前临阵突破运灵境，那就太美妙了。什么情况？外面这么吵。顾老大，你不知道吗？昨晚出现一名道士，来到各大宗门居住的客栈，骗取了他们5亿下品灵石。怎么骗的？跟你有关。那群天骄弟子不服气，想找人打败你，结果被道士忽悠了5亿。本道不是要你们的钱，而是用你们的钱办你们的事。早知道我就再多加50场了。见过道士没有？阿弥陀佛，小农没见过道士。哼，走去下一条街搜查。今日不将那道士找出来暴打一顿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这和尚要注意，绝对是个坑人的高手。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！顾宗主，这几日可谓名声大噪啊！哪里，小打小闹，可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幸亏你只是挑战1000名天骄，不然我们白白损失50亿。能力有限，我倒想挑战5000名天骄，可惜实力不允许。顾宗主谦虚了。每名考生只准带2件灵器，请各宗门自查，免得发生不愉快事件。特别声明一点，也是此次大考新出来的规定，考生间不准抢夺财物，请某些修士管好自己的手，考场不是抢劫的地方。还好我有3口香炉这件神器与雷灵草，这些大宗门弟子实力最高也才运灵3重巅峰吗？运灵1考场乃是竞争最激烈的考场，这些弟子年纪轻轻破入运灵境，实力强悍，天赋异禀，前途不可限望。此考场亦是大同学府最看重的考场。运灵3重以上的修士，除了某些修炼速度极快的盖世天骄外，大部分都是上一届的落榜生，故而含金量不是很足。大同学府对运灵2、3重考场的重视度，甚至比先天1、2考场还低。运灵境1考场的状元也被认为最有含金量的状元，竞争十分激烈。你参加哪个考场？运灵1考场。顾风，你是不是待会儿要渡劫？等大部分考生进入考场后，我开始渡劫。此地空旷，刚好合适。你们有什么阴谋？不要怕，你的实力这么强，进入先天2考场确实有欺负小朋友的嫌疑。运灵1考场才是你的归属。你们有什么话直说便是，何必绕弯弯？你们落霞宗这次有500天骄进入运灵2考场，我们也不过分，就赌100人考入大同学府。你能办到，我们几家给你5%的股份；办不到，你只需付出3%的股份，如何？这样赌，你们铁定输啊！没事，输赢乃兵家常事。你们手上的股份也不多，一下子少了5%，不就更少了？呵呵，莫非顾宗主对自己没有信心？赌一下嘛，反正你的股份够多，3%的股份对你来说还不是9牛1毛？那好吧，赌注改一下，我输了给你们5%的股份，若是侥幸赢了，希望得到你们所在宗门商会3%的股份。行，点头誓言。你们真答应啊？这赌注对没对你们很不公平啊？没事，大家都是盟友，让你占点便宜又如何？我们已经签了，天道誓言也发下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。顾宗主，墨迹啥呢？拿出点宗主的魄力，赶快签了。赶着来送钱，推都推不掉，真是没办法。顾老大，总算找到你了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
你居然没驾驶你那骚包的百鸟琉璃辇？别提了，遇到了恶心的家伙，没心情驾驶车辇。谁啊？说来听听，我帮你教训他一下。算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是不是某位考生？嗯，那就得了。只要是某位考生，就没有我教训不了的。若能将他打一顿，我的百鸟琉璃辇双手奉上。就是台上发言的那位，他是使枪的。号称西郡枪王、西郡大元帅的公子独孤傲。你与他如何结缘的？相互看不顺眼呗，10年没见了，不曾想在这里见到。这小子一见到我就出言讥讽，说我玩物丧志，没有志气，连参加大考都不敢。我有保送资格，不想考试，有问题吗？没毛病。若不是为了挣钱，我也会拿着保送资格笑看风云。放心，等我进入考场，帮你出出气。那太好了，我就在这里等1个月，等你们出来，再去讥讽下独孤傲那小子。有些宗门啊，实力一般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利用破镜丹让一群老头子突破运灵境，来考场滥竽充车，严重影响此次考生的质量，拉低众人的平均水平。我建议啊，以后的大考设置一个年龄限制，免得阿猫阿狗都来凑热闹。这只是我的一些感想，并没有针对哪个宗门的意思。他是谁？我知道，他是霸体宗的绝世天才段彦生，运灵境3重巅峰，孕育出拥有玄武血脉的北冥玄龟。听说他的一拳，哪怕同级别的天才都很少有敢硬扛的。你们风云阁不是在对着高台录制影像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队友们负责的宗门在上面，我专门负责你落霞宗，所以就在这里喽。哟，不错嘛，几日不见，已经能单独负责一个宗门了。老大，你不说2句怼怼？让我打100个人还行，怼100个人，你怎么想的？让他们说去吧。听说落霞宗有个叫什么顾风的，实力不错，可惜还是个先天境。据说他半年没突破了，在先天境中称雄，也就那样吧。孬种，这种人就不配过来参加大考。在先天境称雄也不错，至少还有希望夺得先天2考场的状元。若真突破运灵境进入考场，万一落榜，那岂不笑掉大牙？本以为云俊出了个人物，不曾想是这样的货色。咦，落霞宗内哦，我忘了，像他们这种小宗门根本没资格上台。顾风之前不是很狂吗？现在怎么憋屈的一句话都说不出？顾宗主，说说你的经验语录。第一次听到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真是大书震撼，太有文采了，怪不得能当上宗主，不服不行啊！要我说啊，最经典的还是那句各宗门实力不弱，居然没有一个能打的。还以为他真要去运灵1考场呢，结果还是先天境。落霞宗藏龙卧虎，500脑灵运灵。纵横考场无敌手，大考没结束，谁敢说他们做不到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各位老前辈，离大考还有一段时间，不如把你们孕育出来的铁锹、锤子、摇椅给展示出来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还有块白布，真是奇葩，用来包裹自己的残躯倒是很合适。我今早好像吃错了东西，有点拉肚子。那位孕育出木桶的前辈，麻烦贡献出你的运灵，让我方便一下。库老大，有一句话，我们立马不考试了，先打个天昏地暗再说。说什么胡话呢？100万考生我们打得过，凝神静气，就当是犬吠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你干什么？我去台上跟他们理论理论。拿什么理论？上面有100多号修士呢。以我的体质，与他们理论理论。愚蠢！若是再沉默一会儿，待到考生进入考场，羞辱也就过去了。现在上台有什么用？确实不智。台上的天骄就是为了搞他心情。他与先天境无敌，只需保持良好心态，强势夺得先天第2考场的状元，便能一举翻盘。太年轻了啊！本以为他身居高位，手握亿万财富，心境当修炼到极致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枉我还将他当成偶像。这就是小宗门的极限，没有过多的见识，底蕴终究是差了些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他上台无非是遭受更大的屈辱，还能逆天不成？要不要出场维持下秩序？出不了大乱子，最多打打嘴炮，谁敢动手，立马取消考试资格。不得不说，顾风的胆量还不错，没有被吓腿软，硬撑罢了。再怎么说也是一宗之主，不至于如此窝囊。众天骄的做法实在高，无声的对顾风进行羞辱，根本没人搭理他，太幼稚了。看他怎么下台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想让我的北冥玄龟出来透透气。退，往后退一点。段兄好兴致，我的运灵也来透透气。
这是妖异冰蛟吗？天啊，拥有上古神兽青龙1%血脉的逆天运灵啊！